不好意思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更新晚了。上礼拜比较忙一点，加上跑去花莲当志工救灾，所以现在才更新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本周冯特报，我是各位的中国人实习生导师 ，A.K.A 中间选民波特王。提醒，如果是第一次点进本频道的朋友，您正在收看的节目是号称中国版的 Discovery， 带您一起探索最真实的中国。今天影片想先接着补充一些于朦胧冤案的后续。于朦胧死因至今扑朔迷离，中国公安也在疑点重重的情况下快速结案，事后被人挖出涉案嫌疑人，牵扯到多位中共高官的红二代、红三代。此事也间接揭露了中国演艺圈的潜规则黑幕，导致目前在中国墙内仍然无法讨论此事。面对中共官方大动作封锁相关贴文，删除讨论此事的中国网民账号，想要就此移除于朦胧存在于这世上的一切足迹，但越是打压就越引人好奇。多亏墙外的你我，各位观众，你们很重要，持续关注这件事，让墙外的媒体也会接着去报道、深挖内幕。我持续关注此事件后续发展，有留意到大家讨论没有白费，这件事还有维持一定热度，也开始有外媒在报道了。外交政策杂志就在英文头版刊登了于朦胧事件，让国外的读者也了解到于朦胧冤案，知道这一位在中国拥有2700万粉丝的影星，一夜之间被中共高官的小孩迫害消失。中共政府还严论审查，禁止中国民众关注讨论此事。于母也曾一度出面想替自己小孩讨公道，但事后却与外界失联，行踪不明。非常可能是被中共管控了，人不知道被软禁在哪。另外，印度的财经时报新闻也有报道，说于朦胧出事的社区有100户住宅遭威胁集体出售，公寓居民恐慌不已。但当记者试图联系居民，想进行采访或要求查看监视器画面，对方不是沉默就是断然拒绝，担心自己惹祸上身，成为下一个于朦胧。而除了有外媒报道之外，在墙外网络上有疯传一段于朦胧生前遭迫害的求救声录音档，该音档内容是于朦胧遭虐待所拍到的哭喊声。于朦胧大喊范小花救我，说自己手没力了，说明当时案发现场有一位叫范小花的人，而范小花就是范世琦的小名。帮大家补充一下此人背景，范世琦和于朦胧是一起在快乐男生节目出道认识的朋友。范世琦也曾与我们前2集节目提到的中共高官蔡奇的私生子辛奇，两者关系密切。而相关录音档除了于朦胧求救声之外，也收录到一段疑似范世琦的声音，在一旁喊把东西吐出来，快点，打晕了跑，吆喝众人将于朦胧的肚子剖开。因此范世琦也被中国网友认为是参与迫害的共犯之一。虽然范世琦喊冤说不是他，有发文说明，但因为太可疑了，所以中国网友也是不买单他的说法。最近他演唱会的票也卖超级差，只卖了15张。本来到这边范的部分确实是没有很关键的证据，所以在9月底的时候也就只有嫌疑而已。但直到这几天，有中国民众拿着该录音档去委托韩国的声纹比对机构，结果发现该段声音与范世琦吻合率高达99.57%。这位中国网友本来是想说要破除谣言，所以才去委托韩国专业声纹识别团队辨别，而且还是找不认识中国明星的人来鉴定分析。没想到鉴定结果却反而证明了呼救声是于朦胧本人，而另一名在场吆喝的人则与范世琦的声音高度吻合，几乎可以断定为同一人。这鉴定是相当关键的证据，好好查，搭配大楼监视器画面，绝对可以还原当晚所有真相，还给于朦胧一个公道。但显然中共政府完全不想调查这件事，中共公安也依然视而不见，至今都没立案调查。再次强调，于朦胧的事件绝对不是个案，他的名字被中共红二代拿去开人头公司进行洗钱。于朦胧明明是演艺人员，但被当人头公司的营业项目却有军火商类别。为什么一位影星的公司会被人拿去登记军火工业生意？这个项目涵盖包括国防承包商、生产商、贸易商、供应商等等，这些都是军火商项目。因此说白了，就是被当中共的白手套，要洗大笔的资金。于朦胧就是收集掌握了相关证据才被灭口的。也不只是于朦胧的公司被拿去这样搞，深挖可以发现，很多中国一线明星的公司也有被登记军火类别，易烊千玺、郭俊成、龚俊。我想这些艺人的公司项目被登记军火商，一定不是他们本人的用意。可以说，中国演艺圈的顶流明星都被中共政府给控制了，难怪没人敢真的讲出来替于朦胧发声，都顶多只能用很隐晦的方式。这边也带各位看一小段影片，是一位中国的小演员，有跟于朦胧合作过，但名气没有那么大。他在事发后就曾开直播聊过类似的事情，说这种事在中国演艺圈真的太多了。你们说的这个3个字的，他不是悲观的人；10年前3个字的，也不是悲观的人。我真的认为我们这个行业真的是太多了，怎么那么多呀？怎么那么多男的什么呀？就是不熟悉的，你们都不知道的，也都被下了。哎，奶药，我跟你说，我有朋友真的是这样子的，就第2天就醒来，我靠，给我打电话，哭着打电话啊，男的，
男的，觉得自己都很萌，然后我觉得可能是他心里的这辈子的阴影吧。但是谁，其实我就不说，大家就不要说这个事情了。对，就是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就哇哇的哭，哇哇的哭。哎，就是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们这个行业怎么能有那么多这样的人？我现在想象不到哪个行业比我们行业多，真的我想象不到，怎么那么多男的什么样，是吧？怎么管啊？谁管啊？也没有一条说管这些的呀，没有，而且根本就不能管。那这是我个人的兴趣爱好，你怎么管啊？对吧？他可能会有事儿，可能跟他沾边儿，可能跟他有关系，但是他还会没事儿，怎么办？那家里人肯定是就是聊嘛，协商嘛，唠唠嘛，对吧？我是这么认为的，可能就是我只说我自己的想法，我不说任何代表别人的想法，就是一段时间以内，可能一直在纠缠这件事情，但是当这个时间其实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，谢谢刘辉，过去一段时间，然后可能就是用精力啊，人都是有精力的嘛，精力已经没那么旺的情况下，那么我再跟你来谈一个这个，那么是不是就有解决方案呢？就可以解了？对，就这个就处理了。做这样事情的，他一定不会缺这个，那就是大家谈的事儿了，对吧？因为真的是我们这个行业出了太多这种问题，全是这个解决的。不会管，真的，这个圈子存在的不是1个月2个月，它是存在了这么多年，几十年，对吧？甚至是算是吧，对吧？几十年。那它一定有存在它的原因道理。那么发展到现在这样，一直都是这种状态，那你说对吗？也有可能就是像你们说的，不是说讨伐，反正结束了。为什么要灭什么？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大家应该理智一点，理性一些。就是一定是灭吗？但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，是不是大家都不知道？其实我刚才我已经说过了，在当下那个环境下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们其实都是不知道的。那是不是偏激的，或者怎么样呢？对吧？就不要说了，北京能赢，未必。真的未必。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当年上海发生过一件事情，也是掉下来了，不是他，不是这个，是另一个女的。对，杨旭文是我大学同届的同学，但是他现在一直在拍戏，对吧？包括前一段时间不是特别火的那个《唐朝诡事录》嘛，对吧？《唐朝诡事录》。但是我就想说，我觉得大家的意难平最后都一样，因为我还是说那个之前就那样，就我不提很多，因为懂的人可能会懂，就是上海的那件事到现在也，我敢说，但是好像我这个我号挺硬啊，家人们多帮忙打正能量嘛。这个结果其实我很真诚了，我真的很真诚了，我很多东西到最后结果是有前车之鉴的。以前什么样，现在就一定会什么样。反正我就只给我自己的一个很准确的一个观点，有前车之鉴，你们可以看看。哎，何止啊！对啊，9年前也这样啊，这个不也这样吗？上海不也那样吗？都这样吧。放心吧，家人们，我肯定会保护好自己的，顺其自然吧，把心态放平一点。没办法，就是我们现在，比如说我们直播间3000个人一起发力，其实我想说的一点就是，这个事情无论怎么样，家人们，你们可以去想一想，能约到他的人都是什么人？要不然是圈里的朋友，要不然上面就是导演啊，或者是更高的人，这个你能理解吗？普通老百姓肯定是约不到，所以最后可能就一样的配方，一样的味道，家人们，一样的配方，一样的味道。我看完整段，他其实就是想告诉观众，中国娱乐圈的潜规则是真的，无论男女，只要被盯上，都可能会遇到，而且还无能为力。当然，这样的事情，中共还是很怕曝光的，所以我们更要讨论了解。那今天的中国人实习就先到这边，不知道各位对于今天影片有何想法，欢迎影片下方留言分享。今天影片后段带各位来看几则送头留言。第一则，问号，你怎么还在？你这种卡小都还没死，我比你健壮，当然还在啊。下一则，别说自己是中间选民，恶心，这人也是挺下贱的啊！别人怎样都要嘴。以前我说自己是挺台派，只要谁对台湾好，我就挺谁，我也没有加入任何政党。结果当时一堆人骂我侧翼，只因为我说中共的破事。后来我改了，想说好啊，不要啊。台湾人爱当中国人的话，那我顺应主流民意可以了吧？打不赢就加入，我改当中间选民。台湾人不想当，想沦为中共韭菜的话，那我先带大家一起实习中国生活。我加入你嘛，而且我这样也
要来骂我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妈贵姓？别人想当中间选民，还要你同意啊？我都没阻止你当87了，你跑来阻止我当中间选民，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吧？而且我现在不只是中间选民，我是中间刁民，别跟我谈政治。我就问，为什么蓝营市长超征不普发现金？我很多朋友在等啊。下一则，一群低智二逼还在自嗨，手段太老套了，蟾蜍们要多离谱有多离谱。最近2周我的影片都是在替于朦胧冤案发声。照理来说，于朦胧作为中国人，是你这小粉红的同胞，他被迫害，你应该也要替他抱不平才对。哥哥你无，反而是我这个台湾人在帮忙传播他的资讯，希望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件事情。于朦胧生前是个善良的人，不应该这样枉死。你不帮忙就算了，你也没办法针对我影片的内容做讨论就只会乱骂别人、扣帽子，骂别人是蟾蜍，说大家在自嗨。于朦胧是已经被中共高官迫害，已经登出人生 online， 这有什么好自嗨的？这很嗨的话，那你告诉我你住哪了？大家揪一团去把你倒挂在大楼窗外，给你体验于朦胧生前遭遇，到时看你嗨不嗨。如果这件事不能掀起更多人关注的话，那我也说了，于朦胧不会是最后一个。关注他其实就是在关注你自己。而要阻止这样的人间悲剧再发生，除了我传播之外，也需要各位观众朋友帮忙多分享出去。所以小粉很明显是中共网军来洗地的但凡是个有良知的正常人，都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面站在中共政府那边。下一则，笑死人，绿色侧翼造谣毁谤诚信，我都改带各位了解真实的中国了，这样也是绿色侧翼，而且在法律上正确的说法是诽谤，不是毁谤，毁谤是错误用法，法盲是不是？那大家注意到了吗？不管这些酸民或是网军账号，他们都没有办法针对影片内容做出相符的评论，上来就是先扣帽子，反正标签贴上去之后随便他骂，也不管你影片说什么。但越是这样，就恰好说明了我们此刻在讨论的正是中共不希望我们讨论的。欢迎大家多多分享影片，让更多人加入讨论这件事。那今天影片就先聊到这边，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，也欢迎各位加入我 YouTube 频道会员或使用单次超级感谢支持这节目。我是波特王，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